在新加坡，车本来就贵，停错一次还可能直接吃罚单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祖屋区其实早就有一批停车场，在星期天和公共假日指定时段是免费的。现在已经覆盖大约1700个 HDB 停车场，占建屋局停车场总数的大约3/4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周末去看父母，去亲友家，去祖屋区吃饭办事，本来可以不用付这笔钱，却还是照常缴费，或者因为没弄清规则白白挨罚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不是临时福利，也不是一次性放宽，它背后反映的是新加坡很典型的一种治理方式。表面看是停车安排，实质上是在处理家庭探访、社区联结和公共资源分配。接下来我把这项政策讲清楚。先说最实际的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免费停？先看规则本身。建屋局这项免费停车安排适用的是星期天和公共假日，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30分。重点是，它不是只在少数地点试行，而是已经覆盖约2200个 HDB 停车场中的1700个，比例大约75%。这个覆盖面在新加坡已经算非常高了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个时段其实卡得很准。你周末早上开车去父母家吃午饭，下午坐一会儿，晚上再一起吃顿饭，基本都落在免费时段内。对有孩子的家庭尤其明显，不用一直看着 Parking SG， 担心时间快到，不用中途下楼续费，整个探访节奏会轻松很多。近年新纳入计划的地点也包括一些新发展区域和新增停车设施，所以不只是成熟市镇受惠，新镇居民和访客同样可能用得到。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，不是所有祖屋区停车场都自动免费，也不是任何时间都免费。你去之前最好还是看现场告示，或者查建屋局的名单。问题也就来了，既然已经做了75%，为什么不直接全部开放？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，而是政策取舍。很多人看到这种政策，第一反应是，既然要惠民，那就全部免费，不是更直接吗？新加坡通常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停车位不是抽象资源，它是非常具体，而且经常不够用的公共空间。一个 HDB 停车场，如果旁边就是八叉、小贩中心或者人流很大的商业点位，周末一旦免费，最先涌进来的未必是探亲访客，很可能是来买菜、吃饭、办事的人。结果就是本区居民反而更难停车，真正来看父母的家庭也未必有位子。这样一来，政策初衷就会被挤掉。所以建屋局在这件事上一直不是一刀切，而是先观察，再决定。新建成的多层停车场或者刚完成提升工程的停车区域，通常不会马上纳入免费计划，它会先按正常收费运行一段时间，通过停车系统看车流，看高峰时段，看周末需求，看是否还有足够余量。建屋局过去也多次说明，会根据停车需求评估，逐步把合适的停车场加入免费计划。外界常说的观察期，核心意思就是这个，先用真实使用数据判断，再决定能不能放开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很多政策都遵循同一个逻辑，不先讲姿态，先看后果。免费可以给，但前提是不能伤到原本最需要保障的人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1700个免费停车场看起来像福利，实际上更像一套经过筛选的资源分配机制。接下来再往下看，就会发现它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。这项政策最值得讲的地方，其实是它表面上的反差。新加坡一方面用 COE 压住拥车规模，用 ERP 管理道路拥堵，整体方向很明确，就是不能让私人汽车无限增长。但另一边，建屋局又在大量祖屋区提供周日和公共假日免费停车，一个在限制开车，一个在降低停车成本，看上去像是两套相反的逻辑。其实他们服务的是2个不同目标。LTA 管的是道路承载力，重点是
别让整座城市被车流拖垮。HDB 管的是社区生活，重点是让家庭探访这件事不要被琐碎成本拦住。免费停车计划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存在，核心目的一直很稳定，就是鼓励子女、亲友在周末更方便地回到祖屋社区。因为在新加坡，很多年轻家庭婚后会搬去新的 BTO， 父母则继续住在原来的成熟市镇，物理距离不一定很远，但只要探访过程里不断出现摩擦，频率就会慢慢下降。停车费就是其中一种很典型的摩擦。单次看不大，长期累积就会影响行为。你周末去一趟，停几个小时，金额未必夸张，但如果每次都要算，每次都要续，每次都担心超时，那种下周再说吧的心理就会越来越强。新加坡政府很清楚，家庭不是私人议题而已，它和养老支持、儿童照顾、社区稳定都直接相关。很多时候，祖父母帮忙照看孩子，成年子女定期回家探望，都是正式福利体系之外的重要支撑。所以这项政策本质上不是在补贴开车，而是在补贴联系。它用一个很低调的方式降低家庭往来的门槛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新加坡并不是单纯的在问停车费该不该收，而是在问什么样的成本值得减，才能换来更稳定的社会关系。如果再把镜头拉远一点，你会发现免费停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和新加坡的祖屋规划、邻里中心、小贩中心、公园连道其实是一整套东西。新加坡做社区不是只把住宅盖出来就算完成，而是要让人到了那里真的能生活，真的愿意停留，也真的会和别人发生联系。停车场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比很多人想的更基础，因为对来访者来说，能不能顺利停下车往往决定了这趟探访顺不顺。特别是在新镇，像登嘉这类持续发展的区域，社区认同感不是天然就有的，它需要靠一连串可达、可用、可停留的空间慢慢长出来。亲友能方便来，居民能轻松出入，楼下有吃饭的地方，有日常采购点，有步行连通空间，这些东西叠加起来，社区才会有温度。很多高密度城市把停车位当成纯商业资源，逻辑很简单，地贵，所以每个车位都要尽量赚钱。新加坡在祖屋区并不完全按这个逻辑走，至少在部分时段，他愿意把停车位看成社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。它的价值不只是收费，而是把人带回来，把探访留住，把社区关系维持住。所以你周末把车停进祖屋多层停车场，看起来只是省了几块钱，但从城市治理角度看，那其实是在让一个高密度社会继续保持可连接、可往来、可照应。说到这里，最后就回到最实际的问题了，你怎么确认自己常去的地方到底免不免费？所以这1700个免费停车场表面上是在帮你省停车费，实际上它体现的是新加坡政策里很典型的一点，很多安排都藏在细节里，而且往往直接影响你的日常生活。你如果经常周末去父母家、亲友家，或者常在祖屋区活动，真的值得花几分钟查一下自己常去的停车场是不是在免费名单内，也记得留意现场告示，因为地点和时段才是关键。这样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省的钱省下来，不该吃的罚单也避开。如果你已经查过，或者你常去的祖屋区本来就在免费范围内，欢迎把地点写在评论区，给其他在新加坡生活的朋友一个参考。要是你想继续看这类和新加坡生活成本、政策变化直接相关的内容，可以订阅频道，后面有新的政策更新，我会继续用最直接的方式帮你拆清楚。